如果说写字楼里装着的是工作，街巷里便是生活了。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老街旧巷间，包裹着城市人生活的安全区，隔绝了工作的烦扰，闹铃的吵闹。路边桌前摆放着青春的欢唱高歌，桌下酒瓶里封存着奋斗的辛酸苦涩，吃进去的是酸辣热烈的酣畅淋漓，倒出来的是醇香厚重的肝胆相照。或许这便是人们钟爱着街边的缘由，就特别有人间烟火气嘛，就很有意思。就我们小时候吃，我们长大了还吃，长大了之后带自己的小朋友来吃。不管你怎么苦，最终要满足这个口啊。这个新的系列，希望给大家展示那些隐匿在长街短巷间，那些陌生又熟悉的身影，那些与柴米油盐为伴的小摊小店，还有那些弥足珍贵的游商小贩。他们用抓人的口味，逐渐成为一座座城市的记忆碎片。某位商界大咖曾说，没人能拒绝又便宜又好的东西。夜宵路边摊并遵从着这个简单且真诚的逻辑。做法简单，价格亲民，那就好他这一口。但入口满是摊主的巧思与关心。憨厚的厨师或限于成本，或迫于生活，放弃了铺面，连厨房都化作精简版。他们像是城市里的游牧民族，生计的一切都在车轮之上，生活的一切全靠双脚丈量。桌椅搭起，凳子摆起，搭建了大家午夜之后歇脚的站点。每天都来，一个月胖了将近20斤。因为我们是因为美食变成了大家相知、相交，甚至变成特别好的朋友。天天晚上都要吃，一个就不吃了。我是睡不着。飘香十里的味道，化作街巷中的一声哨响，开启了都市的下半场。城市里，霓虹闪烁，映得小巷中的路边摊略显暗淡。不过，在宁波后槽巷，却有一家抢了无数大店风头的夜宵摊点，堪称深夜罪恶干饭活动中心。晚上8点，四处寂静，眼神对准，暗号对齐，宁波后槽巷炒面组织完成了接头任务。炒面界的王者魏四海就此现身。这老样子，2份3个蛋。还早？不早嘞，41了。10年年底开始搞这个的，看心情了。心情好了就出来做2天，心情不好了就休息。一个米线，2个荷包蛋是吧？那2个不要葱不要韭菜不要洋葱。来，你往巷子里面走，有个亮灯的地儿。浙江省炒面界的扛把子。一个人。
一等就是等半个小时。我看到就是人家好像开车1小时过了，然后又等了2个小时。有人从北仑那边叫跑腿到这边来点这个外卖，我当时听到我都震惊了。2个面微辣不辣？微辣，还是面是吧？对。炒面的灵魂在于一个排列组合，配料根据顾客的财力与需求分出高、中、低档。如果选择困难，干脆全都来点，整个顶配。一个炒面，一个炒年糕都是顶配微辣。 2个豪华套餐，最好的那个。没人点其他款式，来了就点顶配，因为什么都有。华夏各地都有炒面的香气，工序简单，但上手困难。好吃与否，全看厨师手下那团烈火。火焰和炒勺要根据面条的状态调整变换，这样预煮好的碱面才不会粘连，反倒根根焦香，不见糊味。这也是炒面的灵魂，锅气的来源。干爽弹滑只是入口的标准，配菜的香气和汁水才是决定咀嚼后能否褪去油腻、口口回甘的关键。那个锅气很足，就很好吃，滑嫩，太香了。有的东西就说不出哪里好，它就是有点代替不了。25块，解锁炒面自由，更解锁了一段空腹入睡时逃不脱的口水回忆。就是绝绝子，最好吃就是把蛋黄和面拌在一起吃。蛋黄流下去，对不对？那第一口。而炒面王者那皇冠上的宝石，则是传说中的流心蛋。蛋要流心，油温便要拉满，在万力作用下滑动旋转。从下锅到出锅，只要刷个视频的功夫。最后酱油滴上表面，在高温的作用下分散成一个个小液滴，继而气化出咸香味的香气。荷包蛋做出来的话，它没有味道的，放点酱油呢，提一下味道。筷子划开蛋白，整颗蛋黄顺势滑落，轻轻一点，蛋黄爆出，简单翻拌，让蛋黄裹在面条表面，并在面条的余温作用下变得更为绵密。就是那个蛋黄流出来，那个铺在那个面上，然后拌在一起，然后吃进去那个顺滑的那个感觉，老爽。微微加热过的鸡蛋有一种独特的香味，就是硫磺蛋在口中炸出来的那种感觉。一口下去，咸香的面条上附着了蛋黄中原生谷氨酸的鲜爽，如此吃法才叫专业。3份，老板。2号留给你，你拿了破牌，我就会喊号的。2号。老板，我要2个蛋。除了炒面，炒饭、炒粉对食客也是不可或缺。从开摊到现在，魏四海也未有机会休息，食客无尽，烈火不息。马上还要点酱油，小心点啊！好的。也很累的，中间要休息一下，比如洗个锅，热个油。这不是上班养不活自己吗？后来就选择了做这一行。刚开始是上班又搞这个，连着干嘛，努力赚钱。父母年纪大了，如果说用到钱了，我不用去跟任何人张口。其实网红不网红嘛，都是大家认为的，我就习惯的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行了。3分钟一份，从晚上9点一直炒到凌晨4点，连巷口的树叶都沾上了香气。魏四海就这样翻翻炒炒，一人 hold 住了这10年的后槽巷，主持起了宁波夜生活的下半场。跟我朋友啊或者怎么样有空就会过来，反正就现在别的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。吃一碗面
看着老板在炒，就感觉舒缓了一点。生活的压力让人们变成了他们本不想成为的模样。无论白天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，吃下去的那一刻，都会随着上扬的嘴角变回自己。高温与碳水提供了精神上的饱腹感，也扫去了疲惫与疏离。与拼桌的有缘人碰上一杯，聊上两句，宁波的后半夜简单而美好。吃了长肉了怎么办？这花钱是吧？你咋减肥？魏四海的推车上载着宁波的夜宵故事，但在夜宵的多元宇宙里，还有着更多关于下半场的故事分支。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仿佛森林中的空地，劳动人民总能在此展现蓬勃的生命力。在梯坎楼宇相连的万州，梯坎在白天是市民奔波的通路，随着夜幕降临，又化作打卡聚会的场地。我是重庆的，重庆万州的，好安逸，好巴适。待到时针走过9点，夜色渐浓，短暂的宁静过后，即将上演新的篇章。一群人突然蜂拥而至，宛如战地工兵，转瞬间建立起一片对抗饥饿的阵地。第一场他吃晚饭，第二场唱歌呀，什么洗脚啊，是吧？第三场的是吃宵夜。他们便是保卫万州人深夜食欲的夜宵者军团。广场上的小吃五花八门，烧烤、炒饭、面条、小串，只要流着口水梦见过的，多半会有缘遇见。要说这里最具组织和规模的摊位，便是大阶梯下最为显眼的招牌时代烧烤。2个大白菜，2个五花肉，2个人。从待客点单到备餐上菜，一气呵成。菜品丰富，河鲜、海鲜多到卷哭同行，烹饪方法更是五花八门。油炸、铁板、炭烤、电烤，除了没有高级饭店的装修，全是高级饭店的标准。肉质特别鲜嫩，很符合重庆人的胃口。外面表皮烤的是十分的酥脆，然后里面肉质十分的鲜美，让人不禁感叹，这就叫专业的背后是老板经营饭店时留下的经验。拿一个香个大豆子就行了。房租越来越高，让本来味道决胜负的生意，变成了效率和成本的比拼。现在店铺租的话压力挺大，不好开。家里小孩也在读书嘛，是吧？也不适合出外地去做事。我跟他接触啊，有11年了，他人好啊。难以为继的窘境下，老板决定回归初心，带着诸多伙计，开始了城市里的游牧旅行。地段全看缘分，生意全看手艺。但饭店里的习惯和标准，早已是身边无店，心中有店。路边摊整理都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当然都是特别舒适。街边小摊是我们的最爱，万州的街边文化绝对是这个。都市生活日渐拥挤，多亏城区的空地，给了大家喘息的空间。无论是奔走打拼的食客，还是奏响城市牧歌的摊主，都在此地
找到了平静。江边晚风吹过，流浪歌手的拨片划过，一曲动听，一杯微醺，这大概也是不少人羡慕的生活。如果说时代烧烤点燃了路边摊的产业升级，后槽巷的炒面坚持着路边摊的原始逐利，那云南昆明的夜市则是在街巷间发起了一场夜宵团战。Cheers， 干杯！顺着昆明人民西路缓缓漫步，会看到两侧建筑由高耸的楼宇逐渐变成低矮的民居，而在写字楼与居民区的交界地，常常有一处名为棕树营夜市的神秘陷阱，让行人沉溺其中，难以逃离。路口作为集结地，各路好汉推车相聚。开始了。刚站稳自家地盘，就有饥肠辘辘的猎物来到摊位附近。棕树营夜市主打一个插翅难飞加围追堵截型的商业模式。迎面便是杨姐的云南特色小锅米线，粉香浓郁，香飘十里，一开火便拦住了夜跑的路人。如果胃口太小吃不下也没关系，隔壁的昭通小串小巧弹牙，串串鲜辣不占肚。要是不爱吃牛肉更没关系，对面的烤豆腐堪称云南 old school， 绝对能帮你打开新的美食道路。吃腻了云南口味，还有阿姨的炒饭。我们这正宗的麻辣味、酸味，要辣就是辣，要麻就是麻。主打重庆风味，山城享受，香辣过瘾。若是炒饭太单调，三哥烧烤更有酥脆烤五花和烤鹌鹑，刚好拼出一份烤肉盖饭。好吃啊，板扎得很了，香。一番操作下来，估计走过路过的食客都很难逃过这一波又一波的美味诱惑。杨姐的小锅米线算是夜市的第一道防线。每晚11点开摊时，总是率先开火，让过往的行人被碳水香气无差别击中。从小吃到大了，棕树营的土特产很棒的。走到这一片的时候，想吃的时候，肯定会吃他们家的。他开始摆我们就吃吧，跑到哪里去我们都要跑回来吃。姐，煮一碗就行了吧？好。二锅大锅。好。经典木质长把红铜锅，一克一锅，现点现做，私人定制。就大家有这个铜锅米线，这便是昆明人的米线圣经。铜锅米线才是王道，腌菜、青菜、猪肉末作为主料，各式调料和辣油在大骨汤的冲击下混合，最后一勺肉酱盖了帽。要是足够勇敢，还有暗黑特别版。臭豆腐顺着汤汁缓缓滑过，逐渐与米线融为一体，重口味，变得浓稠的底汤让米粉上包裹了更多风味。一口下去，吃粉的长舒热气，旁观的光速躲避。它这小锅米线味道确实数一数二。我最喜欢吃的小锅米线，以前最喜欢吃那家查尔斯。米线虽好，但汤汤水水吃下来多少有些麻烦，不如来一碗鲁尔丝。一勺底油
配上米线老三样打底，再放入预泡好的饵丝，一勺肉酱与高汤浇上，待到青菜变熟，饵丝变软，便进入了杨姐看家本领的验收现场。大火颠勺，锅内的烹饪方式由炖煮变为炙烤，饵丝均匀受热，调料充分包裹。一定要把料全部投进去，一直投入。最好吃的就是螺丝，筋道，也不是特别辣，但是很香，它带着一点甜味儿。我也形容不过来，就好吃。多年下来，杨姐守在摊前，丈夫撑在背后。这个大包，这个是要打包的。白天是奔波打工人，别怎么吃了吧？晚上变身夜市经理人，而他最大的贡献当属那灵魂肉酱。肉酱之于云南米粉，类似葱姜蒜之于中餐。将优质五花肉捣碎，猛火热油，再用大料简单雕琢香味后，便是不停的翻炒。肉末与热油充分接触，慢慢变色煎熟，油脂也在高温下慢慢析出。除了鲜肉，秘制的核心还有堪称云南酱王的昭通肉酱。结合了云贵川3省风味，油润咸香，醇厚回甘，肉酱浓香，肉末鲜香，在热油的翻涌中逐渐融为一体。可以啊！有了秘制肉酱作为基底，杨姐的手艺显得越发出众。肉酱的醇香在高温下不断被激发，鲜咸的汁水在米粉间疯狂扩散，锅里的味道也仿佛摊前的生意愈发热烈美好。每天晚上都可以吃，可以的，这个味道还可以。下班回来，有些时候感觉吃不到娘娘的米线，还是会有一点难过的。小摊的生意是最纯粹的，哪有功夫营销买量？好吃就会人多。如今火爆的生意，便是杨姐多年坚守所获得的军功章。哎，我太累了，我从这趟到现在我都没坐下来。今天啊，哎，缺分吗？才出来摆摊那会儿了嘛，可能有3个月的时间才出来那会儿了嘛，看到谁都低着头，哎，反正一天也卖不了多少东西。后来嘛，就像我老公说的，好像想一想嘛，也没有什么嘛，反正也不偷也不抢，就是正常养活一个家，或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哎，现在就慢慢的就适应了。夏姐姐。这是我们的老大姐了，我还没当妈的时候就跟她了，她罩着我的。我们认识20多年了，老朋友了。反正有5、6年、6、7年了，反正也算是老人了，这个街上。后来一吹一聊嘛，哎呀，怎么还是老乡？哎，我一天就瞎蹦的一条街，哎呀。这个姐姐是这条街上最可爱的。啊，这都还行了。他们有时候带个女朋友，哎呀，来给我看看，来给我看这女朋友怎么样，行不？他有2次过来，他就让我去，我到处给他搞大蒜。吃肉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如今，棕树营夜市风云变幻，各处豪杰来来往往，杨姐的小锅米线也在光阴的洗刷下，成为了街上的元老。
小马才来做摆摊的时候还很小的，现在已经当爸爸了，那是大马了，不是小马了，儿子才是小马了，是吧？不同于杨姐夫妇的伉俪情深，隔壁的小马一家更加青春火热。繁忙生意的同时，还带着俩整条街最年轻的崽。两人相识相恋，婚后的生活路线却被孩子的出生意外改变。原来的时候就在一家烧烤店里面上班嘛，然后就这样互相认识的。因为看上他的时候，感觉他这个人比较踏实，还有一个就是老实。弄30串这种吧，30个这，20个加带走。好嘞。小马一家的主打秀，便是云南烧烤的扛把子——昭通小串。30，今天是20个这个，20个下饭，看看你个来。小串如今已然风靡全国，一口一串，简单方便。而昭通作为小串的发源地之一，其中的牛肉小串绝对算是真经典。选用鲜嫩小黄牛肉，切成小指长的薄片，串签后放入特制料水腌制足时，抹上清油，摆上炭火，把它冷得开。要是把它全部摞在一起，中间就烤不透。待到表面料水收干，再放入料水中，让焦脆干燥的表面重新吸满汁水。如此反复2次，浓缩着丰富料香的肉串大功告成。撒上芝麻、辣椒，便是云南深夜最棒的下酒夜宵。看我们这个体型也是不能吃的，但是就好这口。1个星期来个2、3次吧。你看这样做着，烟火气息也重一点，胃口都好一些。炭火与料香，引来行人驻足观光。入口的满足，又给劳累的身体注入了力量。摊主们用精湛的手艺抚慰着食客的精神与味蕾。晚下班的人过来，在楼底下先喝口酒啊，先把全身的疲惫先卸下来。迎接家人只能用笑容。不管你怎么苦，最终要满足这个口啊！干一口，干一口。好，来。直到夜阑更深，客影渐渐散尽，摊主们便拿出各自的招牌，坐在一起。是啊，喝酒了。小马哥哥，快点过来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就有什么好的菜就送过来吃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一起那个聊聊沟通。我喜欢吃它这个样子，好吃。分享着今日的奇闻，品尝起彼此的喜悦。这是我今天收的父亲节礼物。哎，我女儿给我买的新手机，还不错嘞。白天嘛，人家是手艺人呢，晚上就出来摆摆摊，还不是供出2个大学生来了。他2个小儿子很可爱的。我更喜欢这样的气氛，就是一个烟火气，一个人情味，真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在烟火萦绕的街头巷口，这些陌生人从江湖相会的同事，变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。街头的味道将彼此串联，一起组成了让都市人喘息歇脚的港湾。那夜总是静静结果，有人帮我啰嗦。那夜总是静静。深夜的万州广场，酒过3巡，歌到高潮。曲中
人不散，继续着谈天说地，依旧是推杯换盏。没有钢筋水泥的包裹，彼此的心灵也渐渐没了阻隔。相聚如此，实乃人生乐事。天光渐亮，魏四海仔细打扫着昨夜的战场，这是与后曹相自始至终的约定。一个人的舞台由自己掌控。心想以后时间长了，能自己开个小一点的店面吗？伴着露水晨光，魏四海的一天就此结束，大众的一天随之开始。在这狭小的街巷内，一同完成了一场名为生活的接棒。无论是一夫当关万夫开胃的夜宵大佬，还是彼此助力共赢幸福的城区乌托邦，每一位夜宵守望者都坚守着下半场的比赛规则，与城市相依，与城市助力。年龄也大了，工作也没有，孩子还在小，老人也老了。我最起码得把小女儿送上大学去啊！要对得起自己噻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嘛。我每天一天每天忧愁噻，穷快乐。城市也在飞速演化发展中，留下一片属于生活的区域，送给摊主们一份靠双手拼搏的未来。就这样，摊前的夜宵改变了摊后的生活，更填补了夜食者灵魂的空虚。食者与逝者彼此相望相守，谱写着日落后的市井江湖。